这是羽生魔生前最后一战，而他的对手燕翎霞不久前才击败过他，所以羽生魔这最后一击透支了他全部生命力。面对这强大一击，燕翎霞自然不敢大意，同样也使出了最强一招。只见100米的巨剑与100米的巨刀相互碰撞，发生了巨大爆炸。这一战燕翎霞虽然败了，可羽生魔的生命却走到了尽头，所有人都叫他羽狂徒。为了男爵第一高手的虚名，赌上了自己的性命。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根本就不是为了第一的虚名，而是为了教徒弟。魔仙剑法最后一招，即使他不与燕翎霞大战，也活不过半年时间，因为他的身体早已被魔仙剑法反噬，所以他决定用最后的生命教了叶鼎之魔仙剑法。羽生魔这辈子唯一的遗憾，就是没有战胜李长生。不过他的徒弟还有希望。北方有个老头，我这辈子都没打赢过，也要争口气赢了他的徒弟。突然记住了，并不死，师父死了，再见了。羽生魔这一生就是个传奇，江湖上无人知道他到底从何而来，所以他在临死之前也不希望江湖知道他的去处。叶鼎之哭成了一个泪人，羽生魔为了他付出了一切，是这世上最好的师傅。师父！与此同时，远隔千里之外的南宫春水突然感应到他的一位故人已经离开了世上。三人来到一家打铁铺，这是南宫春水此行的目的。他想为百里东君打造一把绝世好刀，所以专门找到以前的朋友。可他现在是一副少年模样，对方根本就认不出他。你不姓李，你和那家伙年轻时长得一模一样，你不是他的亲儿子？难道在你眼里，他像是个有风流债的人？当然，那个骚包，就算他有几个小孙子，我都不会奇怪。骚包，这么说老朋友可不地道啊！行了，别站那儿了，进来说吧。南宫春水之所以找上男人，是因为他是著名的兵神罗胜，世上排名前3的兵器锻造大师。经过3天3夜的锻造，很快一把绝世好刀出世。百里东君接过以后，就借此机会舞了几招，当下就知道这把神兵利器一点不比不染尘差。看到百里东君如此喜爱，岳瑶就为他取名镜千华。现在既然武器有了，那自然还差一本刀谱。南宫春水就给了他五虎断三刀。我说春水兄，这刀法我见过，我家护院也在练。可别小看这刀法啊！曾经我有一个朋友，就是靠这套刀法名扬天下，对吗？你又开始编瞎话骗我了，我才不信。你可以相信，因为他刚才说的那个人就是我。百里东君有些不服，他想见识一下这本刀谱的威力，不过很快他就付出了代价，被兵神打得瘫痪在了床上。还是岳瑶在尽心尽力的照顾他，这下他再也不敢小瞧任何一本普通武功了。百里东君刚踏入唐门，师傅就被神秘人抓了进去，逼得他只能强行闯入。可唐连月也不是吃素的，当下一记飞镖出去，然后接着打出一拳，直接将他逼退10米。因为唐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凡是擅自闯入者一律杀无赦，只有拥有拜帖才可进入。刚好温壶酒就有拜帖，而百里东君又是他的外甥。等等，带走我朋友之人很有可能是你们唐门的人，你让我回去休息是何意啊？我们唐门之人断不会做如此之事。那人擅入唐门之后，自然会抓到他，并且把他杀掉。你敢？哎，算了，现在的年轻人什么都不懂，那就有劳连月给我和外甥让个房间。温壶酒是想告诉外甥，做事情不要心急。明天唐门举行试毒大会，江湖上的用毒高手都会到场，而他的朋友这时被抓，肯定与明天的试毒大会脱不了干系，所以让百里东君耐心等待一天，直到第2天试毒大会开始。唐灵凤作为唐门代表，派出了百毒不侵的试毒药人，他才从药人身上看到了师傅熟悉的身影。而这次的试毒大会，谁要能毒倒药人，谁就能成为毒门之首。最先挑战的是五毒门秀儿，他在剑上淬了剧毒，只要沾染就会化为脓血。可他一剑下去，却被药人用功法挡了下来。他用的是佛门金刚护体功法，只见药人随手一抬，就发出一道金光，直接将秀儿轰飞出去。还是百里东君及时出手，从空中救下了秀儿，他才不至于身负重伤。而第2个挑战的是温壶酒，他趁着与对方交手之际，射出了一记醉梦往生，卸去了药人一身内力，然后把握住机会，使用芳华刹那将药人直接封后，最后再补上一招毒沙掌。这下就算药人是大罗金仙，也肯定必死无疑。偏偏却发生了奇迹，只见药人从地上站了起来。只有百里东君心里清楚，面前的药人根本不是江洋大盗，而是他师父南宫春水。他一个转身就变回了原本模样。只见南宫春水随手一抬，天地就突然变色，空中降下一道强大内力，压得温壶酒动弹不得。自在气下，地上无敌，人间不够，天上逍遥。连入两境，竟然直接从金刚环境到逍遥天境，此人真乃高手。他又何止是个高手？我看温前辈和这位唐门掌事好像都受到了极大的压制。不管南宫春水怎么出手，唐门老祖都不敢作声，任由他在唐门胡作非为。而他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想逼唐灵凤使出绝招。现在用你们最强最狠的毒一起来杀我，可不要留手，不然我可是会杀了你们的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你们可都看好了，练功10年不如仙人斗法1瞬。唐灵凤作为掌门指示，使出了唐门第一暗器，这是号称天下第一的暴雨梨花针，没人能躲过他的攻击。可南宫春水却用金刚不坏神通，硬生生的挡下这招，并且没有受到任何伤害。谁能想到天下第一的南宫春水，
居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恋爱脑。他为了心中所爱，放弃了长生梦想，甚至决定破了大春宫。他故意设下陷阱，让天下最毒的唐门与温家联手，各自使出自己最强一击。唐凌风用的自然是天下第一暗器暴雨梨花针，温壶酒也开启了大招，使出了3字毒经毒死你。两人合力将招式融合，威力瞬间放大了10倍。可即便两人联手，也破不开南宫春水的防御。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直接收起自己的功法，让含有剧毒的毒针贯穿了他的7经8脉。可即便是这样，也无法破除大春宫，因为还差唐老头最后一招。27颗暴雨梨花针，还带着温家的3字经，在你的气血中四处乱刺，连带着你刚吞下的那些毒一起发作。我再给你一记仙人伏顶，你就可以往生去了。那就有劳你了。南宫春水计划了这么久，一直在等待这一刻的降临。他见唐老头迟迟不肯动手，于是一把抓起他的手，一掌打向自己的天灵盖，瞬间就激发了大春宫主动护主，让他的实力飞速增长。不到几秒时间，就突破到了神游玄境，可以遨游天地之间。只见他元神出窍，瞬间来到了蓬莱仙山，与莫依来做最后道别。先生要去哪儿？要来蓬莱告别。要去一个女子的心里。我收了很多徒弟，我非常鬼的恋爱脑。他为了心中所爱，放弃了长生梦想，甚至决定破了大春宫。他故意设下陷阱，让天下最毒的唐门与温家联手，各自使出自己最强一击。唐凌风用的自然是天下第一暗器暴雨梨花针，温壶酒也开启了大招，使出了3字毒经毒死你。两人合力将招式融合，威力瞬间放大了10倍。可即便两人联手，也破不开南宫春水的防御。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直接收起自己的功法，让含有剧毒的毒针贯穿了他的7经8脉。可即便是这样，也无法破除大春宫，因为还差唐老头最后一招。27颗暴雨梨花针，还带着温家的3字经，在你的气血中四处乱刺，连带着你刚吞下的那些毒一起发作。我再给你一记仙人伏顶，你就可以往生去了。那就有劳你了。南宫春水计划了这么久，一直在等待这一刻的降临。他见唐老头迟迟不肯动手，于是一把抓起他的手，一掌打向自己的天灵盖，瞬间就激发了大春宫主动护主，让他的实力飞速增长。不到几秒时间，就突破到了神游玄境，可以遨游天地之间。只见他元神出窍，瞬间来到了蓬莱仙山，与莫依来做最后道别。先生要去哪儿？要来蓬莱告别。要去一个女子的心里。我收了很多徒弟。